末将全家老少35口亲人都在京城，末将此次北伐，如果有负皇恩，您可以将35口亲人全部斩尽。但是末将只有一个愿望，请圣上发传刘伯温。直至听闻蓝玉此番言论，朱元璋才彻底醒悟，朝中的骄兵悍将已然形成巨大隐患。战功赫赫的蓝玉始终不知收敛，屡屡触犯皇权底线。前朝残余势力突然卷土重来，侵扰大明北部边境。朱元璋本想让蓝玉挂帅出征平定边境叛乱，没想到对方竟在大军出征前夕公然胁迫帝王。考虑到战事紧迫，还需依赖这些武将支撑，朱元璋为了稳定军心，只能被迫退让妥协。谢上尉，蓝玉在得到朱元璋的明确应允后，才洋洋得意地率领大军奔赴前线。没过多久，一道圣旨便传至刘伯温府邸。朱元璋以结党营私、擅用职权的罪名，剥夺刘伯温的官职爵位与朝廷俸禄，下令将其禁锢府邸之内，闭门反省悔过。没有朝廷的诏令，刘伯温不得踏出家门半步。皇上口谕，刘伯温知罪吗？臣知罪。皇上口谕，刘伯温如有话直说。臣无话可说。面对突如其来的惩处，刘伯温已然无话辩驳。他心知肚明，这是朱元璋安抚淮西勋贵的权宜手段。不过在听到这道圣旨时，刘伯温依旧心生寒凉。他半生追随朱元璋奔走效劳，倾尽智谋与心力，到头来仅仅是帝王稳固朝堂的一枚棋子。起兵之时，他屡次献上奇策辅佐朱元璋平定四方。大明立国之后，他又拖着年迈的身躯帮老朱肃清朝野奸佞。可是没想到，仅仅因为淮西将领的几句谗言，就被君主舍弃。救何要？现在开始，我们能活一天是一天。自此，刘伯温彻底坠入人生低谷，陷入无尽的困境。他本就体弱多病，常年饱受病痛侵扰，如今又被朝廷切断俸禄，家中生计愈发窘迫。好不容易筹措出些许银两，让长子刘连外出抓药，可是没想到汤药未能取回，刘连还险些在药铺门口被乱箭射杀。看着刘连带回来的散落箭矢，刘伯温也不由得一阵后怕。淮西一众勋贵早已对他恨之入骨，心存忌惮。只要刘伯温一日在世，他们便一日无法安心掌权。不过京城乃天子脚下，律法森严，这群武将不敢公然谋害朝廷命官，触犯国法。这些暗藏杀机的箭矢，便是他们发出的强势警告。刘连听闻父亲的剖析后，彻底认清局势的凶险。他回想中午外出购米途中，偶然听见几名将士妄议朝政。今早有几十名淮西武将联名上奏朝堂，恳请朱元璋尽早铲除朝中的奸臣。起初刘连并未将此事放在心上，如今幡然醒悟，这就是针对刘伯温的一场刻意构陷。父亲，皇上会拿您做替罪羊吗？当然会，只是做到什么程度罢了。接连的打压与针对，并未让刘伯温心生退缩。淮西勋贵的步步紧逼，反而唤醒了他内心的抗争意志。父亲死不了，我还要好好的活着。我要让他们咬牙切齿，我要让他们担惊受怕，我非要等到裁撤他们的那一天。刘伯温深谙朱元璋的驭人之术与帝王心性，在国家安危与朝堂稳定面前，君主从不会顾及私人情分。淮西武将恃功骄纵、肆意妄为，早已触碰到皇权底线。朱元璋当下重用这群悍将，只因边境外患尚未平定。刘伯温清楚，只要自己隐忍度日，终将亲眼见证淮西勋贵集团覆灭的结局。等淮西将领们得胜归来的那一天，就是他们的末日。之后，刘伯温闭门不出，居家静养。他利用闲暇时光整理毕生所学与治国理政心得，编撰出了一卷文字。刘伯温初衷只是为自己的亲政仕途留下佐证，没想到这份心血著作在他离世之后，会引来朱元璋的极度忌惮。本以为隐忍蛰伏的日子会持续许久，可是锦衣卫统领吴凤的突然到访，却打破了平静。皇上口谕，刘伯温入宫上朝。臣刘伯温领旨谢恩。起初，刘伯温以为朱元璋心生悔意，打算赦免自己，可殊不知等待他的却是一场毫无遮掩的朝堂羞辱。早朝之上，朱元璋对刘伯温态度冷淡，置之不理，传唤刘伯温入朝，只是为了向淮西勋贵展示其代罪身份。朱元璋冰冷漠然的态度让刘伯温彻底心灰意冷。反观朝堂死对头李善长，晚年境遇与之形成极大反差。李善长辞官归乡后，衣食无忧，安稳富足，还有朱元璋亲自赏赐的吴王别院，晚年生活过得十分安逸，甚至还迎娶了一位18岁的年轻妻妾。老夫不过是那一小妾，望看来去。立功之喜，整个杭州为之风光，晚辈们岂能不登门拜访？